男人30了还是个处男，父亲用一袋粮食雇来寡妇，希望儿子能成为真正的男人。可面对衣服脱了一半的寡妇，男人却拿来一个窝头，一边啃着一边评价女人的身材。小了，那怎么还有一颗痣？这位置可不好啊！寡妇一听，解扣子的手当时就顿住了。本来绯红的脸颊刷一下就白了。姓林的，老娘好心替你爹叫唤你，你还挑上了，啃你的窝头去吧。说完，寡妇穿上鞋子就要走，这时趴在门外的老爹踹门而入。逆子，就因为你，我用家里仅剩下的一袋粮食换来了一个花瓶媳妇，你娘还被气死了。洞房花烛夜，你就在这吃窝头。死，原主这小子真是个败家子啊！粮食换媳妇还气死老娘，剩下个老爹竟然还怕门缝，这一家子真是奇葩。爹，我自有我的妙计。妙计？就你这德性能有什么妙计？把娘气死了，再把爹也气死吗？我的世界你不懂。哎呦，快出去吧！你个小兔崽子，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！清晨，林天半梦半醒的听到院里传来嘈杂的声音。哟，林家这败家子可算醒了，还有脸活着呢。就是拿全家口粮换个花瓶，把他娘都克死了，真是大孝子。林天缓慢地睁开双眼，起身穿上衣服，踉跄着走到门口，扶着朽烂的门框，就看到外面围了一圈村民，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上全是鄙夷和唾弃的眼神，像刀子一样插在林天的心里。滚，都给我滚！我们家的事不用你们管！林福吼完，眼前一黑，直挺挺地向后倒去。林天赶紧冲过去扶住他，入手处只剩一把骨头。爹已经快被饿空了，爹你醒醒！林天掐着他父亲的人中，可林府气息微弱。就在如此绝望之际，检测到宿主处于极端生存危机，符合激活条件，神农系统正式启动，新手大礼包已发放。超级杂交白菜种子，特级营养土，天无绝人之路。林天，你笑什么？真是吓死奴家了！疯了，我儿疯了！原来现在的林天是从现代穿越到一个叫大周的古代王朝，原主是一个败家子，在老鸨子手里用全家的救命粮换了个花瓶媳妇，气死了亲娘，不顾孝妻就要洞房花烛夜，没想到太高兴一激动直接嘎了，在睁开眼时身体里已经是另一个林天了。现在的林天是农科院的研究生，对于如何提高农作物产量已经有了重大成果，一高兴直接嘎在工作台上，没想到老天给了他一次重活的机会，却穿越在一个荒年乱世，还替一个败家子背负骂名。林天越想越气，默默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改变现状。林天没理会所有人，紧紧攥着种子冲出屋外。院子里大雪连天，冻得让人直骂娘。林天刚找到一个破瓦罐，院门就被人一脚踹开，原来是村霸王虎带着2个狗腿子，一脸淫笑的走了进来。哎呦，林天，听说你爹把最后的粮食换了个小娘们，你是准备抱着他一起饿死吗？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。这是啥？准备在这大雪天里种地？林天，你他娘的是不是饿疯了？就是这天能种出个啥？败家子就是败家子，净干蠢事。林天并没有搭理他们，用破草席和几根木棍搭建起一个简易的暖棚，将营养土小心铺在瓦罐底，再把种子按间距埋好，最后盖上一层薄雪。此时林府不分青红皂白的跑了出来。孽子啊，家里都要揭不开锅了，你还在玩泥巴？你叔。柳如烟扶着林父，眼里却死死盯着我，充满了绝望和不解。林天，你有种，大伙儿都听着，你要是能在这雪天里种出菜，我王虎就把这地上的泥全吃了。男人只是在雪地里随手撒下一颗种子，然后脱下裤子，并且撒了一泡尿。院里的大黄竟然还跑过来拉了一坨，男人却一脸满意的看着那一坨。好狗，你不拉我也得拉。男人系上裤子，哼着歌回到了屋子，搂着媳妇准备睡觉，就听到林父骂骂咧咧的声音：逆子，你难道忘了和王虎打的赌了吗？你现在还在这里青天白日的睡觉，真是想气死我呀！林父拽着林天到院子里，指着那个破暖棚：打开，让我看看你把那几个破黑种子都折腾成了什么笑话。林天没说话，默默地走过去，掀开草帘的一瞬间，时间都静止了。暖棚里一片刺眼的翠绿，密密麻麻地长满了白菜，足有1人高。这林福脸上的愤怒瞬间变成震惊，他踉跄着上前一步，不敢相信地揉了揉眼睛：是白菜，真的一夜就长出来了啊！爹，我说了，山人自有妙计。林父再也站不住了，扑通一声跪倒在暖棚前。老天爷开眼了，老天爷开眼了！天儿娘啊，你看到了吗？咱家的根没断啊！天儿他有出息了啊！呜！林福此时想激动地站起来，身子一软又摔了下去。哎呦，我这该死的老伤！林天赶紧上前扶住他。这时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柳如烟站在门口，呆呆地看着这一切。院门外不知何时已经围满了闻讯而来的村民，挤在一起伸长了脖子，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不可思议。我的娘哎，大冬天的真长出彩了，这不是妖法吧？神了，真是神了！林家这败家子，难道是得了神仙指点？
人群中王虎那张幸灾乐祸的脸，看到暖棚里的绿色瞬间涨得通红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林天此时走到棚前，看着所有人大声说：“谁说冬天种不出菜？你倒是用了什么办法？这冰天雪地里种出了菜，是不是你去别人家偷的？我林天今天把话放这里，种出白菜的秘密，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。还有谁不相信我吗？”村民们纷纷跪倒在地磕头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真是个大好人，我们有救了，有救了。”只有王虎僵在原地，身边的狗腿子也都跪下了。王虎，你还记得我们的赌注吗？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？村民们纷纷起哄：“就是，我分明听到王虎说要吃泥巴的。吃泥巴就算了，你和我道歉就可以了。对不起，林天，是我有眼无珠。”说完，直接灰溜溜的跑走了。村民们都散了吧，我一定说到做到，大家回家等待消息吧。晚上的饭桌上，一盘清炒白菜，一碗白菜汤，一家人坐在桌子前，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奢望。好吃，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甜的菜。柳如烟默默地给我盛了一碗汤，递到我面前：“你多吃点，明天我帮你一起打理暖棚。”吃完饭后，我和柳如烟站在暖棚里，如烟看着眼前的神菜：“林天，有了这些菜，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再挨饿了？”挨饿解决了，但想换成粮食和银子还早着呢。为什么？这么好的菜，拿到镇上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好价钱？你太小看那些人了，镇上的粮价都把持在乡绅和粮商手里，我们直接去卖，只会被他们联手压价，甚至巧取豪夺，连菜带人都吞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男人把白菜稳稳放在独轮车上，用他老婆的红肚兜垫着，而且肚兜里还蓄了3斤棉花。接着男人又解开衣服，一个满怀趴在了白菜上，把白菜捂了个密不透风。两人推着车，缓慢地向着银仙楼行驶着。林天把车往门口一停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掀开了干草，一抹翠绿像炸雷一样，瞬间劈开了周围的灰白。我的娘，这是白菜，活的！哎呦，真是这天寒地冻的，哪来的神仙玩意儿？人群一瞬间围了上来，指指点点，满是惊叹。银仙楼的掌柜闻声跑出来，一双精明的眼睛死死盯住白菜，喉结上下滚动着。小兄弟，这菜怎么卖？开个价，我全要了。王掌柜，别急嘛，这可不是凡物，我叫它神仙菜。这荒年里能长出这么一颗，是老天爷赏饭。今天就这一颗，不二价，只卖给出价最高的人。林天这话一出，人群彻底炸了锅。柳如烟紧张地攥住了他的衣角，他反手握住他，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。这时周围的人接二连三地开价。笑话，一颗白菜还拍卖？行，我做5两银子，给我包起来。5两，大把叫花子呢。这种稀罕物是给你吃的吗？我出10两，送给县太爷尝尝鲜。20两，这才必须是我们银仙楼的招牌，谁也别抢。叫价声此起彼伏，一张张平日里高高在上的脸，此刻为了颗白菜争得面红耳赤。林天却冷眼看着，一言不发，任由价格一路飙升。50两。一个沙哑的声音从人群后传来，全场瞬间安静。林天看见一个穿着普通但料子却极为考究的中年男人，眼神平静地看着他。好，50两成交，这颗神仙菜归您了。中年男人命身旁的小厮给钱，林天接过沉甸甸的银锭后看都没看，直接拉着柳如烟转身就走，直奔镇上最大的粮店。老板，别废话，给我装一整车粮食，最好的那种。当满满一车粮食推出粮店时，柳如烟的眼泪再也忍不住，扑在林天怀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林天拍着他的背，看着那些羡慕嫉妒的眼神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才刚刚开始。天哥，我们有粮食了。以后都会有的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林天拉起独轮车，上面装满了他们全部的希望。阳光照在雪地上，刺眼却也温暖。然而这份喜悦没能持续多久，就被打破了。两人刚到镇口，就被几个人影堵住去路。为首的是镇上乡绅的儿子李三公子。李公子有何贵干？呀，这不是林家的败家子吗？怎么还有钱买粮？真是稀奇。好狗不挡道，麻烦让让。你说谁是狗？哼，林天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今天这车粮食，本公子看上了。哦，光天化日，你想抢？抢！我这是给你面子，识相的留下粮食滚蛋，不然我让你躺着回村。这时他身后的家丁不仅往前了一步，还握紧了手里的棍棒。小子，听到没？我们公子的话就是王法。再不管，先打断你的狗腿！周围闻讯而来的饥民越来越多，却只是远远看着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林天攥了攥拳头，余光扫过周围越聚越多的饥民，他们脸上虽然麻木，但喉结都在不自觉地滚动。好，很好。林天转身一跃，直接站上了高高的粮车，这个高度足以让所有人看清他。你想干什么？疯了不成？
各位乡亲，大家都听我说一句。林天的声音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我林天好不容易弄来这点粮食，是想让村里的老少都能有口饭吃，能活下去。可这位李公子，县城家的大少爷，他不但不体恤百姓，还要抢走我们大家的活命粮，他这是要我们的命啊！此言一出，人群瞬间炸了锅，一声声压抑的怒吼。你胡说八道！你敢煽动民众？我只是在说事实。今天我林天把话放这儿，这车粮食我不运回村了，就在这儿卖，以低于市价30%的价格，先到先得。几十上百个骨瘦如柴但眼神凶狠的鸡民，形成一个无声的包围圈，朝着李三公子围了上去。你们想干嘛？我爹是县城，你们这群贱民想造反吗？谁给俺饭吃，谁就是俺的爹；谁抢俺的饭，俺就跟谁拼命。林天，你够狠，你给我等着！粮食顺利卖给了镇上的百姓。林天拉着空车，迎着夕阳回到村口，心里却没有半分轻松。李县城，看来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啊！男人仅用1颗白菜就卖出了天价，不仅家里用蜡烛当柴火烧，甚至连刷锅水都是糖水。可是村子里的其他人却面黄肌瘦，把整个村子吃得寸草不生。林天在粮仓前看着跪地的村民，他们的眼神好像一群饿狼。林大少，求您发慈悲，卖我们点粮食吧。是呀，俺家婆娘快饿死了，求您了。村民们全都跪下，大哭大喊：天儿，这可怎么办？粮食不卖！此话一出，瞬间鸦雀无声，村民的眼神祈求变成了怨毒，林府的腿都开始抖了。你这孩子要逼死他们吗？大家不要激动，稍安勿躁。我会收地雇人，你们那些没人要的荒地，1亩换50斤糙米。村民听着这句话，瞬间感动得泪流满面。另外，把地卖给我的，来我这干活，1天2顿，管饱。我卖，林大少，我家的地全卖给您。我也卖，东家，以后我们就跟您干了。林天看着眼前瞬间变得恭敬的人，嘴角微微上扬。这世道粮食就是最锋利的武器，林府在一旁已经看傻了。时间到了几天后的上午，几十号人热火朝天地干着，院墙被推倒，地基挖得又深又宽。林天站在一块高石上指挥大家：那边的夯土再砸3遍，要比县城的城墙还结实。好嘞，东家。还有那儿，给我用石头垒个底座，我要起一座箭塔。东家，咱一个种地的，要那玩意儿干啥？乱世里能保住粮食和命的，就是好东西。别废话，干活！村民立刻吆喝着兄弟们干活去了。不远处，林父拄着拐杖和端着水壶的如烟静静地看着林天。他这是在……相公在保护我们这个家。林父突然抬起袖子，狠狠抹了把脸，豆大的泪珠子顺着他满是褶子的脸滚了下来。我的天儿！真的长大了！林家祖宗保佑！林天转过头，假装没看见，可鼻子却有点发酸。夜晚的油灯下，林天正用木炭在一块削平的木板上勾画着，木板上画着未来水车和耕地的规划图。身后突然一阵香风靠近，相公，夜深了，歇歇吧。快了，把这些弄完，明天就能让他们动工。相公，你好像什么都懂。怎么，怕我不是你原来的那个败家子相公了？不，现在的相公更好，切身觉得跟着相公，心里头前所未有的踏实。林天正想说什么，如烟忽然俯下身，温润的嘴唇在我脸颊上轻轻碰了一下，只见他害羞地低下头，耳根都红透了。如烟，切身去给相公铺床。说完一溜烟就跑了出去。本该一夜好眠，但在这月黑风高新建的夯土墙下，3个鬼鬼祟祟的黑影贴着墙根移动，为首的正是王虎。胡哥，这墙他娘的比村口李财主家的还高。是啊，上面好像还有个架子，黑灯瞎火的，看着瘆人。刚趴个球，他林天一个败家子，突然就能种出神仙菜，这里面没鬼才怪。拿秘密，今晚就得姓王，给我找个地方搭人梯翻进去。但林天站在漆黑的屋里，透过窗缝看着3条鬼祟的黑影，像野狗一样摸到我家院墙下。鱼儿上钩了，都听好了，手脚麻利点，把那姓林的菜全给老子刨出来，一根菜叶子都不许留。胡哥放心，这小子敢得罪您，咱们就让他一夜回到解放前。嘿嘿，听说他那菜1斤能卖100文呢。废什么话，赶紧的！王虎一挥手，3人搭着人梯，动作熟练地翻过院墙。落地的瞬间，只听扑通几声闷响，伴随着惊恐的尖叫。村里首富家有一种白菜，大冬天种下去，第2天就能长到1人高，把缺衣少食的村民可馋坏了。于是就有2个大聪明趁着夜色摸到首富家院墙外，打算把1颗白菜扛回去研究。2人同时施展左脚踩右脚，右脚踩左脚，腾腾就翻过了院墙。然而院子里并没有传来落地声，反而是2声痛苦的惨叫。有陷阱！我的腿，胡哥教啊！
林天举着火把从暗处缓缓走出，火光照亮了陷阱里3张沾满泥土、惊恐万状的脸。周围闻声而来的村民也将院子围得水泄不通。王虎，我家的菜味道怎么样啊？是不是特别坑？林天，你他娘的阴我！呸！不要脸的东西，自己不争气，就只会干这偷鸡摸狗的勾当。按村规，偷盗者打断一条腿。陈猪龙。听到陈猪龙，王虎吓得脸色惨白，裤裆瞬间流成了河。他拼命地朝人群外一个踉跄跑来的老人哭喊：“爹救我啊！我不想死！林天，求求你，求求你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，饶了我这不成器的儿子吧！我给你磕头了。”他一边说一边砰砰地磕着响头，额头很快就见了血。林天冷眼看着，没有一丝动容。王大叔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村规不能破。不能啊！不过嘛，我这人一向喜欢和气生财，死人可赔不了我损失的菜。对，我赔。林天，你要多少钱，我都赔给你。钱？呵，我不要钱，我要你家所有的田产地契，拿来换你儿子的命，你答不答应？什么？那可是我们王家几代人的根啊！不答应？行，乡亲们准备猪笼。爹，快给他！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啊，爹！王老爹浑浊的眼睛里流出2行老泪，仿佛瞬间苍老了20岁。他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沓泛黄的地契递了过来。我给。林天接过地契，吹了吹上面的灰尘，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揣进怀里。行了，都散了吧。处理完王虎，林天带着银子来镇上采买，可越逛心里越觉得不对劲。街上流民多了不少，好几家粮铺都挂上了售罄的牌子。老板，你这米价怎么又涨了？前天不才20文一斤吗？哎呦，客官，别提了，现在是有价无市啊！上游的粮商不知道发什么疯，就是不肯放粮。不对劲，朝廷的赈灾粮早就该到了，粮价没理由不降反升，这荒年背后恐怕不只是天灾那么简单。林天转身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，刚想找个地方歇歇脚，就看到李乡绅家粮铺的后门，几个狗狗碎碎的身影正在交接什么。林天立刻闪身躲在墙角，只见一队挂着赈灾旗号的官兵，正将一袋袋印着官府戳记的粮食偷偷搬进粮铺后院。李掌柜，这可是最后一批了，50文一斤，1文都不能少。官爷放心，咱们合作也不是1次2次了，这是定金，剩下的老规矩。好说。好啊，原来是官匪勾结，发国难财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林天躲在暗处，拳头瞬间攥紧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，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。突然眼前炸开一片幽蓝光幕，电子合成音在他脑中轰然炸响。新手任务立足之本已完成，神农系统 1.0 升级中，升级完毕，恭喜宿主啊！解锁旧世纪作物高产耐旱型土豆。光幕消散，林天手心一沉，凭空多出一个拳头大的沾着泥土的黝黑疙瘩。这就是土豆。系统介绍它的属性，快！高产耐旱型土豆，亩产4000斤，耐旱、耐贫瘠，适应性极强，可做主粮，是终结饥荒的希望。亩产4000斤，之前的蔬菜只是开胃小菜，这东西才是真正的王炸。好啊，哈哈！种菜致富，格局小了。我要在这乱世亲手建一个人人都能吃饱饭的世外桃源。我不是在毁了它，我是在种下未来，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活下去的未来。紧接着，林天从怀里掏出那颗黝黑的土豆，小心翼翼地切成几块，埋进了刚清理出来的土地里。柳如烟看着林天，眼神里充满了不解和恐惧。镇上李乡绅端着茶杯喝茶，身边的奴仆李贵伺候着。那个林天最近可有什么异动？老爷，那小子自从卖了几次菜，就跟换了个人似的，天天在后院捣鼓。小的觉得他那菜地里肯定有秘密。秘密？一个败家子能有什么秘密？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得了什么眼路子的疯子罢了。那老爷您的意思是？疯子得是我的，你去给我死死的盯着他。是，小的明白。没过一会儿，李贵贼头贼脑地趴在我家院墙外，从墙缝里偷偷往里瞧。当他刚看到满地狼藉的菜叶时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然后看见林天正将最后几颗神菜连根拔起，将一堆黑疙瘩种进土里。李贵的嘴巴张成了 O 型，满脸都是活见鬼的表情。李贵连滚带爬地冲进李乡绅的书房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了！说那林天又在搞什么鬼？他把他那些神菜全都给铲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真的，小的亲眼所见，那些能卖大价钱的宝贝菜，全让他当烂泥给毁了。那他种了什么？总不能让他空着吧？就种了一堆黑不溜秋的土疙瘩，跟石头担子似的，小的见都没见过。李乡绅瞬间愣在原地，脸上的震惊变成了困惑，最后化为了鄙夷和不屑。哈哈哈哈！我懂了，这林天是真疯了。
谁也不知道的是，当林天刨开最后一垄地，看着眼前堆成小山的土豆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这产量比我预想的还要翻上3倍，系统，你真是我的神！林父看着眼前的土豆山，天儿啊，这真是咱们种出来的，不是山神也显灵吧？爹，你摸摸，都是真的，这叫高产粮，是咱们林家祖上积德。祖上积德啊，这么多，咱们村有救了，有救了！对，不但有救，我还要让所有人都吃饱饭。爹，走，开宴！村口大槐树下，篝火烧得正旺，烤土豆的香气飘满整个村子，一张张蜡黄的脸上终于有了笑意。娘，真好吃，比过年吃的白面馍都香。活了50多年，头一回吃这么饱。林公子，你就是我们的活菩萨啊！香，真他娘的香！有了这神粮，咱们就饿不死了。林天正给大家分发土豆饼，林父突然颤巍巍地走到林天面前，直直地跪了下去。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天儿，爹以前错怪你了，你不是败家子，你是我林家的麒麟儿，是全村的救命恩人啊！乡亲们，林公子找到了能让我们活命的神粮，从今往后，我这条老命就跟着林公子了。林老哥说的对，没有林公子，我们都得饿死。我等愿奉林公子为主，永世追随。全村老少都跪在了林天面前，林天心中满是骄傲，我再也不是以前的败家子林天了。林天正要扶起众人，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从人群外传了进来。哟，好大的阵仗啊，还奉你为主。林天，你这是要当土皇帝造反吗？林天表情一顿，看着李乡绅和他身后那2个挎着腰刀的官差，官差手里那张盖着县衙红印的文书。李乡绅，我只是让大家吃顿饱饭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完了。林天私藏巨量粮食，意图谋反，奉县令之命给我拿下。就在官差准备缉拿林天时，乡亲们手里却拿起锄头和木棍，瞬间涌来几10个官差，将林天围得水泄不通。空气里全是火药味，李乡绅那张老脸笑得像朵烂菊花。你们凭什么抓人？林天是我们的恩人。官府办事，闲杂人等滚开，否则按同党论处。乡亲们被吓坏了，却没有一个人离开。林天伸出手示意大家安心。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，都冷静一下，别中了某些人的奸计。捕头大人，您瞧瞧，这就是聚众闹事，意图谋反，罪加1等。林天，有人举报你私藏粮食，扰乱市价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林天没理会上窜下跳的李乡绅，目光直直地锁住捕头。捕头大人，我只问一句，我用自己的地种自己的粮，收回家里，何来私藏一说？这是县令大人的命令，你少废话。哦，县令大人的命令，那我就更不明白了。你懂什么？你个败家子！县令大人为全县的粮食发愁，你却在这里囤积居奇。李乡绅这蠢货，一句话就把底牌露了出来。县令大人，最近是不是为全县的粮食缺口夜不能寐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回去替我给县令大人带句话，就说我林天有办法在10日之内让全县百姓都吃上饱饭。什么10日？这不可能！是抓我这个罪人回去，让县令让全县百姓一起饿死，还是请我出山救你们所有人的命，让他自己选。捕头跑回县衙告诉县令后，县令立马下令抓捕林天。没过一会儿，林天被2名衙役压着，重重跪在大堂冰冷的青石板上。大胆林天，你可知罪？青天大老爷，此人妖言惑众，蛊惑乡民，扰乱春耕，其心可诛啊！林天目光始终在县令脸上。大人，您有话说。哦，死到临头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林天没有辩解，从怀里掏出土豆高高举起，一瞬间大堂的目光都定在了林天手上。哈哈，大人您看，他这是饿疯了，竟拿个烂泥担子来糊弄公堂。林天，此为何物？本官为何从未见过？大人，此物名为土豆，它能解我朝100年饥荒。一派胡言，大人别听他胡扯了，快将他就地正法。大人若不信，林天愿与大人立一个军令状。军令状，说来听听。给我10天，只需10天，我让此物亩产3000斤。此言一出，众人惊讶，李乡绅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县令也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3000斤，你疯了？麦子丰年也才300斤，你这是欺君之罪。若10日后亩产不到3000斤，我林天向上人头，当堂奉上。林天一个头磕在地上。但若是我成了，我恳请大人彻查李乡绅囤积居奇、勾结山匪、鱼肉乡里之罪，还百姓一个公道。你这是在拿你的命赌本官的乌纱帽。大人治下若能出亩产3000斤的神物，是颇天大功，孰轻孰重，大人心中自有明断。好一个林天，本官就陪你赌这一把，退堂。林天刚走出衙门，如烟就扑了过来，紧紧抱住林天。夫君，你没事就好，我好怕。没事了，傻丫头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如烟赶紧看了看林天，呀，
夫君，你的衣服破了，来，我给你补补。补完衣服，林天搂着如烟回家，想着明天就要开启一场大战。林天喊出系统，兑换出来了几样法宝，攥在手里安心的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林天站在枯黄的荒地上，县令将信将疑的看着我。李香参和他身后的村民在嘲笑林天。连天，县令大人仁慈，给你这块脑不拉屎的地，你还真敢接啊？他疯了吧？这盐碱地，种什么死什么。败家子就是败家子，以为天上能掉粮食。林天，本官也是爱财，你可有把握？多谢大人，3天之内，我让这片地换个颜色。哈哈哈，3天，连天，你要是能让这地里长出一根草，我李子倒着写。林天没理他，从怀中抽出一卷羊皮纸，在地上划的一下展开，上面画满了奇怪建筑结构图。都别愣着了，按图上的尺寸，把这些竹子和木料给我搭起来，今晚通宵赶工。火把将黑夜照得通明，几十个村民在我的指挥下搭建起一个个巨大的塑料薄膜暖棚。这是昨天晚上林天用系统积分换的温室大棚图纸。林大少，咱们这是盖房子吗？少废话，快干活！不想饿死就听我的。林天将切好的土豆块进入一种系统兑换的快速催芽液中，然后均匀地码放在温润的苗床上。哎呦，这土豆都切碎了，还能活吗？这不是糟蹋粮食吗？这叫切块催芽，一种古法。别问，照做，把剩下的土豆全给我这样处理了。村民们将信将疑，但在林天许诺的工钱和食物面前，他们还是埋头苦干。整个夜晚，荒地上都是敲打声，太阳还没出来。一夜没睡的林天看着远处县令和李香参的车马缓缓停在了地头。连天，我来看看你的笑话，怎么样啊？它换颜色了吗？是不是被你哭的泪水染湿了，变身了？哈哈。林天，你这搞了一夜就搭了些破棚子。县令大人，李香参，请。林天走到一个最大的育苗棚前，猛地一把掀开了厚重的塑料薄膜，一片望不到头的翠绿，数万株健壮的土豆苗破土而出。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燕燕，怎么可能？李香参，现在你的姓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怎么写了？李香参失魂落魄地坐在太师椅上，不能让他成，绝不能！他要是真的种出了粮食，县令大人必定重用他，到那时我李家就完了。李香参猛地站起身，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狠厉。管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，带上火油去城郊的荒地。老爷的意思是烧，给我把那些绿色的东西烧得一干二净。他们拿着火油猫着腰到了林天的地边，林天躲在暗处冷眼看着几道黑影。哼，李香参，你这老狗果然还是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。快，动作快点，把这鬼东西都烧了！老爷重重有赏。我怎么感觉有人盯着咱们？别他娘的自己吓自己，赶紧倒油点火。就在家丁一拧开油罐，火折子即将凑上去的瞬间，林天猛地一挥手，动手！瞬间数条壮汉猛虎般扑出，瞬间将几个家丁死死按在地上。火把骤然亮了，照亮了他们惊恐万分的脸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林天从树后缓缓走出，脚踩在一个家丁的头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送你们上路的人，来人将他们绑到柴房里去。林天一脚踩在家丁甲的脸上，冰冷的匕首贴着他的脖子。李香参的粮仓和银库在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啊！饶命，好汉饶命！嘴还挺硬。我再问一遍，粮仓、银库在哪？我说，粮仓就在李府后院那棵大槐树下的暗道里，银库在他卧室的床下。很好，我都说了，求求你别杀我。放心，我不杀你们，毕竟待会儿还要请你们的老爷看一场好戏呢。兄弟们，和我一起去李香参的府邸。林天一脚踹开李府大门，府内家丁被吓得屁滚尿流。林天带着人直奔后院。谁敢在我的府上放肆？林天，你怎么敢？我怎么不敢？你敢烧我的苗，我就敢烧你的家。你这是私闯民宅，是死罪！来人啊！别喊了，你的人现在应该还在柴房里忏悔呢。林天的人已经撬开了暗道入口，露出了里面堆积如山的粮食。林天将李香参像拖死狗一样拖到粮仓前。李香参，你不是喜欢玩火吗？今天我就让你看个够！在李香参惊恐绝望的尖叫声中，林天接过一只火把扔进了粮堆。我的粮食，我的钱啊！林天，我杀了你！这只是利息，明天我要让你连本带利的还回来。林天站在公堂中央，堂外围满了看热闹的乡邻。林天，你状告李香参纵火烧你田产，可有证据？大人，这小子就是个疯狗，自己穷疯了，想讹诈我李家。证据自然是有的，带人犯。两个衙役押着纵火犯。大人饶命，是李老爷，是他给了我10两银子，让我去烧林天的地的。你胡说八道，本乡绅何时见过你？大人，此人定是林天找来的托。哦，不认识，那我这还有样东西，想必李香参一定认识。
林天从怀中缓缓掏出一叠信件，上面印着李家商号独有的标记。李乡绅脸上的血色瞬间苍白。这是你与外地粮商勾结，意图囤积居奇，哄抬粮价的罪证。烧我的地，不过是怕我的高产作物害了你的发财大计吧？不是的，这是伪造的，大人，这是污蔑。县令走下堂，捡起一封信。伪造？这上面的官印难道也是伪造的吗？你好大的狗胆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李善德囤积居奇，罪大恶极，来人，所有家产即刻查封充公，本人发配边疆，永世不得还乡。李乡绅像一滩烂泥被拖了下去。傍晚，林天正检查着刚收下来的第一批土豆，院门外就传来一个热络的声音。原来是王掌柜提着礼物走了进来。哎呀，林公子，今日在公堂之上，您可真是让王某开了眼了。王掌柜有话直说。嘿嘿，林公子快人快语，我来是想跟您谈笔生意。您这地里的出产，不管有多少，我们商行全包了，价格您说了算。哦，全包了，全包了。王掌柜好大的口气。林公子您放心，我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个事。如今这清河县的事就在您这儿，我跟着您，准没错。好，合作可以，我要现银。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两人一拍手，王掌柜高兴地走了。这时候，一个官兵走了进来。林公子，县令大人有请。林天和县令坐在后堂。林天啊，你可真是本县的福星，有了这些土豆，今年的粮荒算是解决了。本官要亲自为你请功。为百姓分忧是草民分内之事。哎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你的土豆虽然解决了本县粮荒，却也动了郡守大人的廷高，他派的巡查使明天就到。林天被传唤到县衙，就看见县令那张脸白得像纸。主位上坐着的巡查使，你就是林天。使者大人，他就是林天。县令的眼珠子都快挤出来了，疯狂地给林天使眼色。草民林天见过大人。哼，架子不小，本官时间宝贵，就不与你废话了。郡守大人对你的土豆很感兴趣，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交出种植秘方，郡守大人保你一世富贵，金银美女任你挑选。2，就是违抗上官，藐视朝廷，到时候可就不是富贵那么简单了，而是你的人头落地。使者大人息怒，息怒啊！林天，你快答应啊，这是天大的福分。县令急得满头大汗，不停地朝林天作揖。林天笑了笑，转身走向一旁的茶案。哎呀，你笑什么？在本官面前还敢装神弄鬼？林天没理他，拿起茶壶，热水注入杯中，茶香瞬间溢满了整个内堂。大人说笑了，草民一介布衣，哪有什么秘方？林天啊，我的祖宗，你别犯浑啊！林天端起一杯茶，稳步走到巡查使面前，将茶杯稳稳地放在他面前的桌上。王大人一路辛苦，火气大伤身，来喝口茶，润润喉。少来这套，谁知道你这茶里有没有鬼？大人多虑了，这茶您得喝，不喝怎么知道这神粮的秘密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大人可知此物名为土豆芽？什么土豆芽？装神弄鬼？就是这土豆发芽后磨成粉泡出的茶，您看它无色无味，与清水无异，但喝下去半个时辰内便会肠穿肚烂，神仙难救。什么？林天你大胆，你敢毒害朝廷命官？大人误会了，我只是想告诉您，这土豆虽是神物，但培育之法凶险无比。林天拿起一颗土豆在手里抛了抛，稍有不慎，催芽过度，神粮就变成了剧毒，我们一县百姓的口粮都悬于一线。这秘方我可以给，但若是郡守大人拿到秘方，分发各县，万一哪个环节出了岔子，导致成千上万的百姓误食毒物，这个责任郡守大人他担待得起吗？你这是危言耸听，妖言惑众。是不是谣言？大人可以赌一把，赌您的命，赌郡守大人的前程。这杯茶您请。王巡查的目光在我和茶杯之间来回游移。此事干系重大，我必须立刻回去禀报郡守大人。王巡查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县衙大门。我的天，吓死我了！林天，你真是神了啊！林天走到门口，望着王巡查远去的背影。这只是缓兵之计，县令大人，郡守的雷霆之怒很快就到，想活命，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武装。林天站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，一个独眼老兵挤出人群。小子，口气不小啊！现在这世道，官府都开不出粮，你凭什么？就凭我叫林天，名头在响，能当饭吃。弟兄们，别被骗了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谁说没有？开饭！几十个壮汉抬着一口口热气腾腾的大锅走上前来，猛地掀开锅盖，锅里是雪白的米饭和炖得烂熟的土豆炖肉。所有人的眼睛瞬间红了，喉结疯狂滚动。这是想吃吗？想。
想吃就得守我的规矩，入我护卫队，每天3顿饱饭，顿顿有肉。但敢有作奸犯科、临阵脱逃者，杀无赦。听懂了吗？愿为林公子笑死！愿为林公子笑死！时间过了几日，林天把现代化的队列和战术交给这群古代的庄稼汉和老兵。腿抬高，没吃饭吗？报告教头，吃了。很好，记住，你们现在是一个整体。训练中，一个队员被木矛划伤了胳膊，众人一阵惊慌。林天面不改色，拿出一个小瓷瓶，别动。拧开瓶塞后，一股浓烈的酒香飘出。林天将瓶中清澈的液体倒在他的伤口上。教头，这是什么？火在烧我！这是我酿的伤药，能要你的命，也能救你的命。我这用高度蒸馏酒研制的伤药，终于派上了用场。众人看着那不再流血的伤口，眼神里充满了敬畏。今天训练的前10名，每人赏1碗。所有队员的眼睛瞬间亮了。乖乖跟着林公子，不但有肉吃，还有这神仙丸1盒，值了。林天带着队伍在山林中穿行，模拟突袭。突然，远处传来一阵兵刃交击和女人的尖叫声。停！全体隐蔽。他们悄悄摸到山坡上，只见下方小路上一支商队正被30多个山匪围攻，商队护卫已倒下大半，眼看就要全军覆没。教头，是黑风寨的山匪，干不干？一群乌合之众，正好拿他们给弟兄们开刃。第1小队左翼，第2小队右翼，听我命令，追行突击。小娘子，别躲了，乖乖跟大爷回山寨吧。林天的护卫队如猛虎下山，收割着山匪的性命。这是哪来的官兵？快撤！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战斗结束。林天缓缓走到被护在中间的马车前，车帘被一只手掀开，车里一个女子手持长剑，衣衫虽有些凌乱，眼神却很坚定。你们是何人部下？我的人，只听我的。姑娘，你又是谁？多谢壮士出手相救，这份恩情在下没齿难忘。举手之劳。壮士过谦了，你的兵不像官兵，倒比官兵更像兵。一群活不下去的农民罢了，被逼急了，总得学着怎么亮亮牙。这世道能让农民亮出这般锋利的牙，可不简单。敢问壮士高姓大名，日后也好报答。林天，报答就不必了，把货安稳送到地方，比什么都强。林天，好名字，这天下大事如一盘死棋。壮士你……突然一阵尖锐的破空声突然响起，几十支箭矢从林中爆射而出。移袭，结阵。林子里涌出黑压压的人群，个个手持利刃，杀气腾腾。为首的壮汉扛着一把鬼头刀。好小子，杀我3弟，还敢在这逗留！今天就拿你们所有人的脑袋给我3弟祭旗！黑风寨的杂碎，正好省得我再去找你们了。找死！给我杀！战斗瞬间爆发，对方人太多了，林天的亲卫很快就被分割包围，陷入苦战。大当家直冲林天来刀刀致命，林天虎口被震得发麻一个趔趄，一把钢刀从我背后死角袭来。电光火石间，一道白影闪过。你废什么话，专心点！两人背靠背，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。就在冲出包围的瞬间，一支冷箭射向林天。慕容雪猛地推开我，箭矢没入他的左肩。林天赶紧扶住他，一把撕开他肩头的衣服。林天瞬间愣住。你是女人？现在你救了我，我也救了你，我们两清了。但黑风寨不会罢休，你敢不敢跟我一起端了他们的老巢？我敢！大部队一起出发黑风寨。林天趴在草丛里，朝身旁的女首领比了个手势行动开始。远处的小队突然发难，寨墙上瞬间乱作一团。就是现在，跟我上！他们一行人借着夜色掩护，用飞爪迅速攀上西侧空虚的寨墙。翻过寨墙，寨门内女首领手起刀落，干净利落地解决掉几个留守的哨兵，紧接着猛地拉开门栓，林天的人瞬间涌入，速战速决，控制所有要道，一个不留。林天一脚踹开仓库大门，火把照亮了里面的景象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粮食堆积如山的粮食，天哪，这么多粮食，咱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哼，这些山匪刮空了山下10里8乡，自己却在这儿过着皇帝般的日子。林天没说话，径直走向另一个库房，开门一看是无数金银财宝。在一个上锁的紫檀木盒里，林天找到了几封盖着李乡绅私印的信件，信里详细记录了他如何勾结山匪、鱼肉百姓的罪证。呵，李大善人，你的钱、你的地，还有你的命，我全都要了。第二日上午，一辆辆装满粮食的大车从城外缓缓驶入。林天站在第一辆车上，看着那些面黄肌瘦的百姓。乡亲们，黑风寨已被我林天踏平，这些都是从山匪手中夺回来的不义之财，今天全部分给大家。人群爆发出震天的欢呼，老人、孩子捧着粮食高兴地哭。不知是谁第一个跪下，紧接着黑压压的人群全部跪倒在地，冲着我拼命磕头。我知道，人心我得到了。
林天用从黑风寨缴获的银子买下了县城最大的庄园。此刻宴会厅里的所有人都想来巴结林天。林天一眼就看到李乡绅的远房亲戚李狗子跟着李乡绅，可没少给林天白眼。哎呦，林爷，您真是我们县城的救星啊！小人当初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。林天没理他，只是拍了拍手，两个亲卫抬着一个沉重的木箱走上来，扔在李狗子面前。林天一脚踢开箱盖，满满一箱白花花的银锭，瞬间晃花了所有人的眼。当初你看不起我，现在我用你主子的钱买下他的地，还要让你亲眼看着我如何一步步成为这片天的主人。李狗子双腿一软，裤裆瞬间湿了一片，整个大厅鸦雀无声。这天，林天正低头完善一张新图纸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。王掌柜来了。林老弟，哎呀，出大事了！林天放下手中的炭笔，老掌柜满脸通红，额上的汗珠子顺着皱纹往下淌。王掌柜，天塌不下来，先喝口水顺气。哎呀，火烧没冒了，还喝什么水啊？林老弟，咱们的生意要被人掐死了。哦，细说。是百通商会会长周扒皮那个粉丝严起家的狠角色，他联合了县城里所有的商家，要封杀我们。封杀？何止是封杀，简直是绝户计啊！我刚从城里跑回来，城东的王记盐铺昨天还跟咱们称兄道弟，今天直接挂了无盐的牌子。那周扒皮放出话了，谁敢卖我们1粒盐、1寸布、1块铁，就是跟他百通商会过不去。以前有个不听话的，第二天铺子就让人给烧了。就为这点事？这点事，林老弟，盐、布、铁，这都是命根子啊！没了这些，咱们的菜运不出去，新房子盖不起来，人手也留不住啊！周扒皮还让人带话了。说什么？说不出3天，您就得跪着去他府门口求他开恩。跪！林天缓缓站起身，走回石桌旁，重新拿起了那张图纸。林老弟，你倒是说句话，我可是把全部身家都压在你身上了。王掌柜，急什么？他断我们的路，我们就自己开一条出来。王掌柜茫然地走上前，自己开路？怎么开？这图上画的都是些什么？林天将图纸他面前缓缓展开，王掌柜的目光从惊恐变成了疑惑。他断我的盐，我就自己晒；他断我的铁，我就自己炼。周扒皮以为卡住了我的脖子，他根本不知道我想要的从来就不是他手里的那点东西。自己晒盐，自己炼铁，这怎么可能？周会长想看我下跪，我怕他到时候没资格看。林天端坐堂上，堂下手下和王掌柜的脸色十分难看。林爷，百通商会那帮孙子把通往咱们这儿的路全封了，别说粮食，现在连1粒盐都运不进来。林公子啊，莫言，人心就要散了。这几天黑市的盐价已经翻了10倍，再不想办法，咱们就要被活活困死在这了。慌什么？这可不是小事，盐是命根子。他们想用盐卡死我，那就让他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瓮中之鳖。林天意念一动，眼前浮现出淡蓝色的系统光幕。支线任务自给自足已出发，任务目标破解盐之困局，奖励精炼提纯技术。李成，点齐人手，跟我进山。金山烈爷，这节骨眼上，金山做什么？找野果子也解不了金渴。找盐？山里哪来的盐？我说有就有。林天带着护卫们来到了一片湖水前。呸！公子，这水又苦又涩，根本喝不了，牲口都不碰。公子，您说的就是这儿，这死水潭子能有盐？林天直接走到湖边，蹲下身，用手指蘸了点水，送到舌尖。就是它。系统分析此地水质成分。分析完毕，氯化钠含量极高，伴有大量硫酸镁、氯化镁等杂质，俗称卤水。精炼提纯技术可完美分离。传我命令，就地安营，伐木平地，按我给的图纸，给我用最快的速度建晒盐田。晒盐田，公子，这水这么苦，晒出来不也是毒盐吗？古书上看过一种法子，叫分级曝晒，结晶分离。放心，照我说的做，不出3日，我让你们见到比雪还白的盐。林天甩出一沓早已准备好的图纸，护卫们虽满心困惑，但立刻开始动手。夕阳下，一片片分割整齐的盐田里，王掌柜被林天叫来，看到眼前景象时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我的天，真的是盐，又白又细。林爷，您真是神了。林天看着所有人狂喜的样子，走到王掌柜面前。这味道比官府卖的贡盐还要好上100倍。林公子，林爷，您这是点石成金的手段啊！王掌柜，起来！我问你，这样的盐在市场上价值几何？价值？这哪是价值？这是命，是能颠覆乾坤的利器。林公子，此物一出，整个大周的盐业都要为之震动。百通商会完了，会完了，全完了。
慌什么？说怎么完了？我们的盐1文钱1斤都没人要了啊！城南的李记，城西的王家全都关门了，库房里的盐堆得跟山一样，全砸手里了。何止啊！林天那雪花盐1斗只要10文钱，百姓们跟疯了一样抢，队伍都排到城门外了。10文，他这是要我的命，他怎么改？富商们更疯，听说悦来酒楼的张掌柜直接拉了1000两银子去，说有多少要多少，还说我们百通商会的盐狗都不吃。不可能，我经营了30年的盐路，怎么会一天就没了？会长认栽吧，林天，现在该叫他林爷了，他这是釜底抽薪，断了我们所有人的活路啊！会长，再不想办法，我们都得家破人亡啊！我家里还有几10口人要养活。会长，求您给条活路吧。活路，背后里，跟我去林府。林天的庄园门口跪着一排人，周扒皮的身后是所有盐商。天哪，那不是百通商会的周会长吗？他怎么跪在这儿了？活该，他卖的黑心盐又贵又涩，还是林公子心善，雪花盐又白又便宜，林公子才是我们的活菩萨。林天走出门口，林爷，小人周富贵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您，小人该死，小人给您磕头了。林爷饶命，我等有眼无珠，求林爷赏口饭吃。周会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不敢，在林爷面前，我就是一条狗，我连狗都不如，求林爷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条生路。生路也不是不可以。谢林爷，您说只要您一句话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周富贵绝无二话。合作可以，但百通商会从今天起要姓林。林天坐在主位上，底下几10号人看着林天。各位，今天请大家来，是林公子有要事宣布。都到齐了，很好，我只说3件事。第一，从今天起，这世上再没有百通商会。凭什么？你一个外来户，凭什么？就凭他现在姓林。第二，成立天下商会，我是会长，王掌柜是大掌柜，全凭会长做主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，从前的所有苛捐杂税、霸王条款全部废除。所有人一愣。我的规矩只有一条，公平买卖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谁坏了规矩，我就让他滚蛋。听懂了吗？3天后的一个下午，商会后院货场，林天让人抬上2个箱子放在院子中央。各位掌柜请看，这是会长研制出的神物。箱子里是一坛清澈见底的烈酒，好香的酒，比城里最好的醉春风还纯。这叫烧刀子，一口下去暖到骨子里，利润是醉春风的3倍。别急，还有。林天亲自打开第2个箱子，里面是一块块洁白方正的东西。会长，这是什么？猪油膏吗？这叫香皂。林天将香皂在水中搓了几下，丰富的泡沫冒了出来，污渍进去，只留下一股清香。神人，这简直是神物啊！这东西要是卖给那些达官贵人的女眷，利润最少10倍。现在还有谁对我的天下商会有意见吗？商会的生意火爆的超乎想象，烧刀子和香皂已经卖到了郡城，银子像流水一样淌进来。我做了一辈子生意，从未如此舒心过，这一切全靠会长，我敬会长一杯。我等敬会长。这时候王掌柜走了过来，会长，郡城那边来人了，说是郡守大人想见您。就在大家高兴的时候，县令跑了进来。林公子，我有要事相商。好，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吧，大家都退下吧。于是林天屏退众人，带着县令来到了书房。林公子，救命！求你救救我老赵一家。赵大人，天塌不下来，坐稳了，慢慢说。是郡守刘渊，那个老贼，他罗织罪名，伪造了我的账本，说我贪墨赈灾2款。刘渊这只老狐狸，终于忍不住对我下手了，扳倒县令，换上他的人，我的产业就成了砧板上的肉。明天一早，郡里的巡查队就到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我死定了啊！我死了不要紧，可我一家老小。账本是假的，那做账的人总是真的吧？做账的人。刘渊的黑账一向是交给他的亲信，一个叫刘武的师爷打理，对不对？是他，可他在郡守府，我们动不了他。大人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家睡个好觉，天亮之前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天亮之前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说可能就可能。林天走到院中，一道黑影无声无息地滑了出来，单膝跪地。这就是我用金钱和粮食编织出的地下之网，人心如此好拿捏。郡守府师爷刘武在，他有个儿子嗜赌如命，在城西的地下赌场欠了300两。我要刘武亲手写的认罪书，还有刘渊真正的黑账，天亮前送到县令府上。是。刘渊，你以为你的刀很快，却不知我的网早已把你包围。次日清晨的阳光照进书房，县令一扫昨夜的颓丧，看着桌子上的东西。林公子，神了，真是神了！天还没亮，刘武的认罪书和刘渊的黑账就出现在了我的书案上。
县令立刻带着礼物就去了林家庄园。公子大恩，赵某无以为报。从今往后，我这条命就是公子的。赵大人言重了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理应同舟共济。不够，这还远远不够。光是盟友，我心里不踏实。我愿将小女青婉许配给公子，我们要做一家人，这样才能彻底绑在一起，共抗刘渊。什么？赵大人，这万万不可！我已经有。我知道公子已有夫人，委屈小女做二房，是赵某高攀了，但唯有如此，才能显我赵家的决心啊！林天正犯着为难，这时候如烟和林甫走了进来，如烟的脸色十分僵硬。此时赵清婉也走了进来。哎呦，天儿，你赵伯伯说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爹做主，这门亲事定了。赵伯伯，这称呼都改了。夫君，林天看到了如烟眼底的一抹失落，心中一痛。赵清婉对林天行礼。夫君。林天娶了县令之女做二房的消息传遍县城，县令和林天也成为了永远的盟友。好景不长，郡守刘渊在上游筑起的高坝，下游很快就没水了。林天的脚踩在皲裂的河床上，烈日下百姓们跪在干涸的河道里哭。水啊，我的水啊，老天爷，你睁开眼看看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，截断了水源，这是要我们所有人的命啊！夫君，他们这是不留活路了。刘渊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困死我吗？哭什么？天不给水，我们就自己造一条河出来。祠堂里，林天将一张巨大图纸铺在八仙桌上。林天，你这是画的什么鬼画符？什么叫龙骨水车阵？我们脚下有暗河，这东西能把地下的水给引上来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从地底下引水，那是龙王爷的地盘。你要是惹怒了龙王，我们全村都得跟着遭殃。我不管什么龙王爷，我只知道再没水，不出3天，大家就得活活渴死。信我就跟我干，不信就等着收尸。赵清婉默默走到林天身边，各位叔伯，我信夫君。干了，反正都是个死，老子就陪你疯一把。林天的号令传遍了整个县城，百姓砍树、凿石、打磨齿轮的声音。林天站在高处调度着这支庞大的队伍。刘渊，好好看着，什么叫人定胜天？终于，数十架巨大的龙骨水车进甬立，百姓欢呼。这时山坡上郡守派来的信使骑在马上，一脸讥讽的准备看林天的笑话。所有百姓都屏住了呼吸。呵，装神弄鬼，等会儿回去就告诉郡守大人，林天疯了，带着一群刁民在这拜木头疙瘩呢。林天举起了手中的红色令旗，尽全身力气猛向下一挥，开闸！沉重的木轮开始转动，第一股水流从龙骨水车的出水口喷涌而出，紧接着是第2道、第3道，数十道水龙汇集在一起，形成了一条崭新的河流。水流奔腾而下，瞬间滋润了干涸的土地，百姓们爆发出震天的欢呼。远处山坡信使脸上的嘲笑凝固了，胯下的马受惊，人力而起。神法，这是神法。信使屁滚尿流地回去禀报郡守，郡守听后带领10万大军亲临战场。此时林天站在高台上，风吹得衣袍猎猎作响，庄园外黑压压的兵甲如潮水，将整个县城围得水泄不通。领头那人正是郡守刘渊，他这是要我的命啊！少爷，这得有上万人马，他们说有10万。10万？呵，给他刘渊10万个胆子，不过是5000郡兵，虚张声势罢了。可5000人也够把我们碾平了。少爷，我们降了吧？降了就是砧板上的肉刃人宰割。林天话音未落，一名传令兵纵马驰到庄园门前，高举一卷文书，扯着嗓子大喊：林天听令，郡守大人有令，念你年少无知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限你1炷香之内自负出降，献出所有家产。秘方，大人可法外开恩，留你一具全尸，否则城破之日鸡犬不留。家丁们吓得腿都软了，绝望地看着林天，林天却不以为然地笑了，然后抓起旁边一个亲手做的铁皮喇叭，一步步走上墙头。怕什么？一群乌合之众罢了。他站在墙垛之后，与远处马背上的刘渊遥遥对峙。他看着刘渊满脸胜券在握的冷笑，似乎在等着看他跪地求饶。呵，真有意思。林天将铁皮大喇叭举到嘴边，这玩意儿今天就让它变成击穿军心的利器。刘渊，你可知你治下恶殍遍地，民不聊生？城下的刘渊笑容瞬间凝固，他没想到林天的声音能传这么远。前排的士兵们明显愣了一下，纷纷抬头望向林天。你可知你的军饷已被克扣了整整半年？这句话如同一块巨石砸入水中。林天清楚地看到敌军阵中起了肉眼可见的波澜，士兵们开始交头接耳，眼神闪烁不定。妖言惑众，弓箭手，给我射死他！太远了，根本够不着。你身后的人是真为你卖命，还是只想来我林天这儿吃一口饱饭？想吃饭的，我庄园里管够，放下武器，过来！
轰的一声，刘渊的军阵彻底骚动起来，无数双眼睛从麻木变得炙热，死死盯住了林天的庄园。刘渊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林天站在城墙上看着城外刘渊10万大军的营火，连成了一片火海，却久攻不下。夫君，你看敌营的巡逻队明显比前几日懈怠了。强弩之末罢了。可就算他们只剩一口气，也能把咱们这孤城给耗死。兵法有云，攻心为上。既然城墙攻不破，那就攻他们的心。哦，清婉有何高见？大军久困于此，最怕的是什么？不是刀剑，是看不见的敌人，比如天灾、瘟疫。林天心头猛地一震，脑中无数化学分子式瞬间炸开。瘟疫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我可以制造一场瘟疫？清婉，你真是我的女诸葛啊！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们不仅要让他们相信有瘟疫，还要让他们亲眼看见天降不祥。检测到宿主处于持续僵持战况，符合激活条件，化学系统正式启动，重磅大礼包已发放。系统还得是你啊，来的真是时候。林天拉着赵清婉转身走向一间密室，认真捣鼓着瓶瓶罐罐。密室里刺鼻的气味弥漫开来，原来是林天将系统兑换的硫化物、铁氰化钾和一点点氨水小心翼翼的混合。只见一桶清澈的水瞬间变成了散发着恶臭的暗红色粘稠液体。天哪，这味道和颜色简直就和……林天还没停手，又从旁边麻袋里抓出几块早已病死的猪杂碎，毫不犹豫地扔进桶里，液体立刻变得更加浑浊恶心。夫君，这真的能行吗？清婉，放心，恐惧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瘟疫。今晚我就要让这瘟疫在流渊大营里彻底传开。林天随后派出几个死士，把那几桶猛料用投石机抛了过去，自己就站在城楼死死盯着敌营的水源地。他娘嘞，又是站岗又是打水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快点吧，打完水还能眯一会儿。哎，你闻到没？什么味儿这么骚臭？我靠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林天看到那士兵指着水边，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他旁边的人也凑了过去，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去。这河里怎么都是尸体啊？瘟疫，城里传出来的瘟疫，快跑啊！天要亡我们了！人群瞬间炸开，丢盔弃甲四散奔逃。我的计策成了。将军，不好了，营中大乱，说是天降瘟疫，弟兄们全在往外逃啊！放屁！一群废物！林天清楚地看到刘渊冲进混乱的人群，他的军队已经变成了受惊的羊群。谁敢再言逃跑，杀无赦！给老子回去！将军饶命啊！是瘟疫，我们不想死啊！刘渊的屠杀非但没能止住溃败，反而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士兵们逃得更快了，军心已经彻底散了。将军，没用了，人心散了，再杀下去，弟兄们就要哗变了，撤吧！刘渊喘着粗气，握剑的手不住的颤抖。他看着自己一手带出来的10万大军，此刻兵败如山倒。传我将令，撤军！林天单手按在冰冷的城垛上看着，城下刘渊的大营乱成一锅粥，旌旗歪斜，士兵像没头的苍蝇。机会就在眼前。大哥，他们像要撤了，咱们总算守住了。守？他们军心已溃，现在不是守，是杀。什么？大哥，我们这点人冲出去不是送死吗？他们受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啊！张龙，你看清楚，那不是骆驼，是一群见了血就怕的羊。传我命令，开城门！开城门！我说开城门，护卫队随我踏平他们。沉重的城门发出刺耳的巨响，林天跨上战马，第一个冲出，身后是他亲手练出的狼崽子们。杀！林天一马当先，长刀挥出，鲜血飞溅，军兵们丢盔弃甲，阵型彻底崩溃。他们所谓的精锐，在林天这群为活命而战的汉子面前不堪一击。稳住，都给我稳住！他们就几百人，弓箭手。太迟了，给我扔！几十个黑乎乎的陶罐被护卫队员们点燃引线，奋力抛入敌军最密集处。引线滋滋作响，像死神的催命符。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，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，陶罐里的铁砂和石子四散飞射，惨叫声瞬间淹没了一切。妖术，就是妖术啊！跑啊，快跑！敌军彻底溃败，如潮水般向后涌去。林天一眼锁定了那个还在徒劳指挥的将领，他就是刘渊的心腹李威。林天双腿一夹马腹，直取敌将。你的帅旗我收下了。将领被擒，士兵纷纷逃窜，两军交战告一段落。林天举着帅旗大涨士气，领兵回去后便直接去了地牢。地牢里空气湿冷，只剩下火把燃烧的噼啪声和李威粗重的喘息。林天用刘渊的帅旗慢条斯理地擦拭着刀锋上的血迹。要杀就杀，别想从我嘴里知道任何事。杀你太便宜你了，我只是好奇刘渊一个郡守哪来这么大的胆子，敢私自囤粮，饿死数万百姓，制造兵乱。荒言而已，郡守大人指示，只是为求自保。自保需要把整个郡的百姓都变成祭品吗？这背后没更大的人物点头，他刘渊敢吗？
林天的手指轻轻点在他的断骨上，李薇疼得浑身一颤，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，眼神开始躲闪。我的耐心有限，说是谁在给他撑腰？我不能说，说了我们全家都得死。你不说，你现在就得死，而且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恐惧彻底吞噬了李薇，他剧烈的颤抖着，嘴唇嗫嚅，终于挤出了几个字：是京城。京城谁？这场大荒年根本就是人祸，是刘渊和京城的，和当朝相国联手做的一个局啊！林天面目表情的转身走出地牢，眉头紧锁的朝着军帐走去。刚走到帐门口，就听到身后传来焦急的声音：“主公，大事不好了！刘渊不知从何得到的援助，给咱们下了战书。”进去说。烛火在林天面前的沙盘上投下摇曳的光影，映出郡城的轮廓。主公，咱们怎么办啊？据说刘渊现在手握30万大兵呢。别慌，正面我们没有胜算，看来只能走那条路了。幸好我早有准备，你会在城外安排3万大军枕戈待命，这一战只许胜不许败。还未等副将说话，林天便急匆匆地出了营帐，朝着某一处走去。进屋后就看到屋内的人急忙迎了上来。老王，都安排好了吗？主公放心，城内王将军早已对刘渊不满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林天从怀中取出一个用油布包裹的丝绸锦囊递了过去，里面是刘渊私吞赈灾粮、勾结匪寇的全部铁证。把这个亲手交给他，告诉他证据在手，大事在我，开城门，他就是首功之臣。主公，我这条命都是您救的，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一定完成任务。王掌柜扑通一声跪下，重重磕了个头，额头都磕红了。林天看着心里一暖，亲自将他扶起。哎，说的什么话？咱们是兄弟，去吧，我等你信号。3更10分，城头火起，便是攻城之时。林天看着他决然离去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，心中豪情万丈。刘渊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冷风如刀刮在林天脸上，他伏在山坡上，死死盯着远处的郡城，身后的士兵们呼吸都压抑到了极点。主公，3更已过1刻了，城头怎么还没动静？不急，老王办事稳重，再等等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林天的心也跟着一点点往下沉，周围静得可怕，只有风声和士兵们粗重的喘息。主公，会不会出什么岔子了？这太安静了，不对劲啊！不会的，我信得过老王。林天说着信得过，可攥着刀柄的手指节已经因为用力而发白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如毒蛇般缠上林天的心脏。一声巨响打破了死寂，不是约定的城头火光，而是那扇紧闭的吊桥竟缓缓放了下来，紧接着城门大开。主公，有埋伏！无数火把瞬间点亮，将城门内外照得如同白昼。潮水般的甲士从城内蜂拥而出，为首一人身披金甲，骑着高头大马，正是郡守刘渊。林天，等急了吧？本官给你准备的这份大礼，喜欢吗？林天瞳孔猛缩，看着刘渊的身边，赫然站着一个人，点头哈腰，满脸谄媚，是他最信任的王掌柜。他甚至还穿着离开时那件布衣，只是此刻那张林天最熟悉的脸上写满了得意与恶毒。王掌柜抬起手，直向林天的位置。大人，刑不如命，林天的所有计划，包括他藏在后山的3000预备队，我都已告知于您。